势力的打压，堪比当年的白色恐怖时期。我们《时间晚报》还有《晚晚报》《长江日报》设立被捕的同志们，目前还在稽查处和保密站关着，生死未卜啊！组织上正在设法营救他们，目前看来，希望渺茫啊。可我认为，白崇禧还有蒋系的那些特务们，对宋公、对湖南民众要求和平的呼声还是有所忌惮的。哎，你看，陆志豪不就被放出来了吗？没错，长沙现在的情况目前是比较紧张，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。只要我们找到斗争的方法，还是可以给反动势力增加一点压力的。但在形式上，不一定是游行，可以集体停刊嘛。用这种保守但是态度明确的方法表示我们的愤慨和要求，再利用已经被我们策反的国民党内部人士从中运作，争取营救我们的同志。好。哎，殷老师，陆志豪的近况怎么样？他伤得不轻，现在在休息，不过精神状态还不错，在写一些文章，希望能揭露保密站的罪恶行径。沈书记，陆志豪是一个有才华也有思想的人，我想，是不是可以发展他加入我们的队伍？慢慢来吧，毕竟被捕之后产生的愤慨和坚定的信仰是不同的。我明白。还有，学联最近情况怎么样？我们已经转入地下了，但是由于经费和设备的问题，目前的工作处于停滞状态。我今天来也是想问问，看组织上能不能提供给我们一些帮助。设备方面，我们倒是可以想想办法，可是经费，经费是个大问题啊。长沙市工委已经捉襟见肘了，省工委唐先生那边用钱的地方肯定也不少，恐怕帮不上什么忙啊。那我们学联自己想办法吧。李斌在追踪王世雄死因的时候，跟上了一个乔装成卖烟人的老太太。这个人应该也是毛人凤安插在长沙的特务。他家里有军线电话，李斌就是在他打电话汇报的时候，知道程前身边潜伏着保密站的特务，代号是3。这个3号已经知道了程前有备忘录送往中央的事，也摸清了程前要派什么人，走什么路线送这份备忘录。3号，对，这个老太太应该就是3号的联络人。对了，李斌还说，所谓的黑蛇，应该不只是丁志海，还有一个女杀手，用毒针杀人。那天晚上，在西苑王世雄被杀，就是他做的。唐先生，关于3号的事，我们要不要马上通知程兴林？可现在更急迫的问题是，必须立即修改送程前备忘录的方法和路线。3号，对，他已经知道了宋公要给中央递交备忘录的事，也摸清了宋公要派什么人，走什么路线，把备忘录送出去。省工委的领导知道这个消息以后，已经做了安排，决定派我们的人带着备忘录，改走水路过长江，渡洞庭湖，一直到汉口。这些，还请您代为向宋公转告。哦，对了，关于这个3号，你们还知道一些什么具体的情况吗？目前就知道他潜伏在省政府，应该是可以接近宋公的人，别的就不清楚了。省政府各机关里，能够接触宋公的人太多了，如果没有具体的情况，很难排查。
其实上次在湘雅医院走了消息那么快，我们就觉得这里面问题很大。伯前暗中也调查过，可是，一来摸不着头绪，二来怕打草惊蛇，只能不了了之。这之后我们做事力求小心谨慎，可他们竟然还能摸到这么机密的消息，真是防不胜防啊！我们的同志会尽量循着已有的线索继续追查的。在那之前，我希望宋公身边的工作人员能够尽量集中精简，但是又不能让3号察觉你们已经对他有所防备了。行，我明白了，我会安排伯前去做这件事的。一有消息，我立刻通知你。好。请。死者是个老太太，姓柳，2年前搬到这里来的，靠卷烟卖烟过活。听周围的邻居说，这个老太太不太喜欢和人打交道，平时也不和他们讲话，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来找过她，就是一个人生活。所以出事都2、3天了，邻居闻见他们家里有臭味，想来问个究竟，才发现她已经死了，尸体都臭了，这才报的案。康副站长，这边请。我们在搜查他房间的时候，发现了不少资料，还有军线电话和一身军装。上峰怕他是你们的人，所以才派人去叫你们的人来认。康副站长，如果能确定他的身份的话，那我们就把这件事情移交给您了，然后结案。好。是我们的人。好，那我去准备结案报告，麻烦您签个字，剩下的就交给您了。辛苦了。哟，2层的，这是为这次任务特别做的啊！你们可以把文件用油纸包好，藏在夹层里，就算遇到搜查，也不容易被发现。唐先生，临时更改的路线不会有问题吧？前营大街那里已经回了我们的电报，说各个关口接应的同志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就放心吧。哎，是张有初同志。唐先生，来的正好，我介绍一下，张有初。有初，你们这次扮作行商执行任务，他是你的老板黄老师。好，黄老师，你好，你好。张同志您好，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，但我早就听过你的名字，你可是我们的老交通员了。我叫黄仁林，现在啊，应该叫王老板了。你看一下，这是我刚做的国民证。王必文，这个名字挺好，就是对于行商来说啊，文气了点。哎，你是老板嘛，不怕的。你看看我的，张老六，都很贴切啊。任玲，有初，这2份，一份是有明文，而且签了名、盖了章的呈前备忘录，一份是我用药水密写的工作报告。这2份都是非常重要的绝密文件，既关系到呈前的安危，又关系到湖南战与和的大局。你们2位的担子很重啊。
早上警察局派人来站里，说金县街死了一个老太太，在她屋里发现了军线电话，怀疑可能是我们的人，让站里派人去确认。我怕事关机密，就亲自跑了一趟。是我们的人吗？应该是。他的电话是直通局座办公室的。你打电话了吗？给局座？我没说话，电话一通我就挂了。现场有搏斗的痕迹，应该是他杀，而且从尸体的腐烂程度看，死了有些日子了。屋里的血迹略显陈旧，一直延伸到门口。那个袭击他的人肯定也受了伤。不过，现场被那些警察破坏得很厉害，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。想要抓住凶手，恐怕要费一番周折。结案报告我已经写好了，只说死了个外线联络人，资料和电话的事都没有提。您看一眼，如果没有问题，签过字就可以归档了。另外，这是从那个老太太屋里搜出来的资料，我没有送到档案科，直接拿到您这里来了。我是想，既然死的是局座的人，还是请站长过目之后，再决定如何处置的好。那辛苦你了，康副站长。哪里？这些资料先放到我这儿吧，等我看完以后再说。那我就先过去了。啊。身为中央日报的编辑，我明白，我们报社是没有胆量刊登这篇文章的。可你们《时间晚报》不一样，你们积极进步，敢说真话，所以我选择把这篇文章投到你们这里来。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故意摒弃了传统新闻稿件冷静的态度，而是选择了经过保密战、非人折磨的亲历者的口吻。我认为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让广大读者更真切地体会到，什么才是独裁专制下的暴力，什么才是白色恐怖。当然了，如果周主编对我这样的写法有什么建议，您可以提出来，我一定认真修改。去哪儿啊？你跑得还挺快，不说好在那边的吗？要不要坐下来歇会儿啊？不要。那个备忘录的事怎么样了？哦，送走了，改了道，应该平安。那我的事，组织上怎么决定的？你的情况和整件事的来龙去脉，我都向组织说清楚了。组织上对你经历了这么多困难，仍旧不放弃战斗的精神，十分赞赏。对于你想重新归队、加入新战斗的要求，组织上觉得……怎么，组织上不同意我归队吗？组织上，看把你吓的！组织上同意了。什么时候学会骗人？
要不我带你去找个大夫，好好治治这伤。没事。不是还有一个坏消息吗？请进。志豪，徐将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哦，班里有一个学生，家里出了点事情，着急等着用钱，我想帮帮他，所以要把这些都当掉。没事的，只要不当死了就行。等我有钱了，再把它赎回来。志豪，怎么了？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啊。高兴？我还能高兴吗？今天我把这份稿子送到《实践晚报》社，可他们的主编周汉平居然退了我的稿。你猜猜，退稿理由是什么？他说，他们需要的文章是言之有物、能够引起大众共鸣的文章，而不是这样的传奇小说。传奇小说？没想到周主编说话还这么幽默呀！幽默？这不是幽默，这是对我的侮辱。学教，你是知道的，我这篇文章里没有半点的夸张，因为我写的是我的亲身遭遇，怎么就不会引起大众的共鸣呢？我算是看透了。什么《实践晚报》，什么周汉平，都只是徒有进步大胆的虚名，都是怕登了这样的稿子，给他们自己造成麻烦。志豪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周主编和他们的报社向来都是不怕麻烦、不畏惧当局的。你被保密站扣押的时候，就是周主编第一个站出来，发表了声讨特务的文章。这一阵子，白崇禧的走狗们疯狂打压进步新闻界，还逮捕了他们报社好几位编辑。可就算这样，他们也没有害怕，还一直在坚持工作呀。他对你文章的批评，虽然有些犀利，但并没有说错呀。你在保密站的经历，写得很生动，也很细致。你的愤慨也表达得很明确，这都很好。可你的文章里缺少了一样最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信仰。信仰？对，志豪，你的文章告诉读者什么是错的，但并不能让他们明白要怎么做才能让这些错的现象消亡。这不是因为你的文笔不好，而是因为，在你的心里，还没有建立起明确的信仰。学校，你帮我改改。好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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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说话呀。喂。怎么回事？
爸爸，我要出去一趟。去哪里啊？我忘了，我今天跟雪娇约好了，我要去她那里。这么晚了还出去啊？爸爸，你放心吧，雪娇说了，要是太晚，她会送我回来的。爸爸。好，去吧。路上得小心呐。天际，怎么还带着包啊？我跟爸爸说我要去雪娇那里，不然这么晚我突然出门，他会不放心的。我们别站在这说话呀，万一你被发现会有危险的。走。你笑什么呀？难怪水哥说你胆大心细，还挺厉害的。听说那天你审了他好一阵子。谁审他了？我是怕他是坏人，所以就多问了2句。哎，他相信你了吗？你们谈得怎么样？谈得挺好的，所有误会全都解除了。小晶，我们以后可能不能再见面了。为什么呀？好吧，我不问了。我知道你们的工作是需要保密的，对吧？可是天际，你的伤口还没有好，如果需要换药的话，那你……水哥已经带我去看过医生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医生还问起，说谁给你包扎的伤口，说你把伤口处理得很好。我是护士吗？哦，对了，那天你来得那么突然，我手上又没有抗生素，不然那天你就应该吃的。这些天我还在担心，怕你的伤口会感染。拿着这个药，你记住了，一定要按时吃药。如果吃不完的话，你要把它留在身边。你们做的事情那么危险，万一以后你再受伤，又不能来找我，身边有个药，我想总会好一些。沈小晶女士，你愿意嫁给萧天骥先生，做他的妻子吗？我愿意。先生，擦鞋吗？擦呀。那坐吧。这位先生真有意思，别人擦鞋都是穿着来，您是抱着来。世道乱，上海的好皮鞋运不过来，长沙没得买了，这一双
我得省着穿。哦，可我这里没有白鞋油了，要不您等等，我回家拿一套。我可等不了你这一去一回。这样吧，我跟你一起去，能省点时间。也好。局座那里有了回音。经查证，他在中国宪兵和抗战期间屡建战功，是我们保密站特工的精英，并且没有任何被赤化的嫌疑。局座的意思是，虽然他因故退役2年有余，但是特殊情况、特殊对待。局座的批复2天以后就送到站里，到时候你就把这个好消息亲自告诉他。好的，站长，那您什么时候回来呢？哎呀，不知道啊。我明天就要到广州，跟局座会合，然后转道去台湾面见总裁。以后执行什么任务，到什么地方去，就任凭总裁和局座安排了。但是不管到什么地方，我们都要尽己所能，为党国效力，对吗？好。我已经通知康副站长，召集全站人员开会。会上，我要宣布对你的任命。司马科长，恭喜你荣升长沙站代站长。谢谢站长，司马南定不辜负总裁跟局座的期望。龙处长知道我的身份了吗？不，他只知道你叫唐基德，是革命人士，因为工作原因需要一些帮助。至于省工委书记这层身份，我们没有对他讲，他也没有多打听什么。他是有革命斗争经验的，早在5·4时期，就曾和毛主席一起办过《新湖南周刊》，应对过军阀张敬尧的镇压。哪些事能问，哪些事不能问，他心里有数。据说，龙处长的父亲，也曾是一位同情革命的民主进步人士，辛亥革命前曾经掩护过黄兴。对，那可是一段复辟藏兵的佳话呀。黄兴牺牲以后，龙老先生十分痛心，还特地做了一副挽联：“一时毁誉，
宋皮毛，其当年复辟为兵，早识英雄本天寿。念在娇妻如骨肉，才几日玉炉化别，空余涕泪，忘魂归。龙处长你好，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唐先生啊。唐先生好，你好。没想到家父的这副挽联，您居然也知道啊！哈，来，龙老先生当年的义举，谁人不知？哪个不晓啊？龙处长，如果现在也有革命人士需要隐蔽，你是不是也愿意仿效令尊，掩护他们呢？当然愿意了。自从那天于教授对我说起，你们正在另找住处，我天天都在看房子，现在已经找到2、3处比较合适的了。今天下午，我分别去见见房东。等把事情谈定后，我就通知你们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唐先生，听说你现在没有公职，往来办事不太方便。我帮你办了一张卫生处专员的证件，你带在身上多少会有用的。你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？怎么会呢？我们感谢你还来不及呢。哎呀，这下我这个假郎中，倒变成真大夫了。我要吃蛋糕，我不要吃这个。不许挑食，要听话啊，乖乖的。一会儿表舅舅从田里干活回来，我让他带你去山上玩，好不好？我不要去山上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找爸爸玩。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能回家，不能回家。你怎么还要这样啊？我说孩子想回家，那也是正常的嘛。你训他干什么？要我看啊，回去也未必不好。现在的乡下也不安生，游击队、国民军闹得不可开交，说不定哪天啊就打起来了。快点吃啊，表嫂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在这里吃的、用的都没花你1块钱，还给你们添了不少的家用。哟，我跟你说的这是正经道理。你以为我嫌弃你们呢？你多什么心呢？这是谁呀？哎，等等，表嫂，我去。哎，潇潇。你找谁？啊，你一定是萧太太吧？我是。你是？我是萧天池先生公司的秘书。潇潇，这个阿姨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秘书？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我刚来公司不久，太太当然不认识我。萧老板这次让我来呢，是想接你们回长沙的。接我们回去？他上个礼拜才来过。来的时候还说长沙很乱，让我们踏踏实实在这里待着。怎么现在又要接我们回去呢？这我也不清楚。肖老板只是说让我来接你们，至于为什么，他也没跟我交代。那他自己为什么不来？哎呦，太太您可不知道，现在的长沙城可是乱得很呢。听说是要打仗了，很多公司啊、店铺啊都在盘点清仓，准备歇业呢。我们公司的老员工也在忙这些事情，要不怎么能派一个新手来接您呢？那公司也要关？看着像。好多有钱人都想着去国外呢，就连普通老百姓也想着变卖家产，赶紧逃离长沙。肖老板是不是也有这个打算呀？潇潇啊，这个阿姨呢是来接你回去找爸爸的，知道吗？真的吗？啊，去吧。妈妈，
妈妈，我要回长沙找爸爸。大人说话，小孩子别插嘴啊。这是你们的女儿啊！哎呀，长得可真像您，这么漂亮啊！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潇潇。潇潇啊，真乖，真可爱。宋公，宋公，回信了，回信了，来信了。什么信啊？毛润之的回信。哦。伯谦，把我的眼镜拿来。哎，啊，伯谦，不用了。宋公，还是我来念吧。好，你念。这2天要是有空，带你出去玩好不好啊？好。那潇潇想去哪儿玩呢？阿姨给你买好吃的好不好？